终于，今天就是来帮大家总整理一下三星的 Galaxy AI 必知使用全攻略。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AI 手机现在正夯，但你知道这些在手机上的大模型 AI、生成式 AI 的浪潮，其实也才刚开始1年左右的时间吗？比如说，三星的 Galaxy AI 其实是今年2月随着 Galaxy S24系列发表的时候，跟着手机一起推出的 AI 服务。而现在才经过短短的10个月，细数起来就已经有好几十个可以在手机上使用的 AI 功能。最重要的地方是，目前 Galaxy AI 比如三星先前和台湾用户的约定，已经正式支援繁体中文，在系统和语言套件更新之后，就可以在语言这边看到中文台湾的设定选项。比如说，现在你已经可以正常翻译大肠包小肠、蚵仔面线、蚵仔煎，甚至我直接讲出挂包，他也听得懂。哎呀，真的太神奇了！那你知道其实这个字念作“意”吗？不信的话，你打挂包一定是打不出来的。并且像是 potato 会翻译成马铃薯 ，kiwi 会翻译成奇异果 ，instant noodles 会翻译成泡面等等，陆续都变成台湾的用语。并且不止如此，我觉得三星这波 Galaxy AI 做的最好的决定，就是做到大量的向前下放更新。比如说，现在不只是锁定在最新的 Galaxy S24系列、Fold 6、Flip 6。Tab S10系列这些新机可以使用到 Galaxy AI， 而是在更新之后，包括整个 S23系列，甚至连轻旗舰定位的 S23 FE 也支援，还有包括上一代的 Fold 5、Flip 5折叠手机，以及 Tab S9系列也都支援。我觉得最棒的是在更前一代，包括 S22系列、Fold 4、Flip 4、Tab S8系列平板，这些搭载老处理器的型号，但现在尽可能把可以跑的 AI 都下放了。在2024，很多国际版手机都还没有 AI 的功能前提下，某种程度这种跨3代的大规模 AI 下放，我觉得算是这波有诚意的地方。另外一个好消息是，现在连 A 系列的 A55、A54， 甚至 A35还有 A34也支援了我大推的 Circle to Search 搜寻圈，所以可以预见，明年开始连中阶手机都开始搭载部分 AI 功能，应该是基本操作了。总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是要带大家详细来看，究竟 Galaxy AI 有哪些功能 ，AI 手机到底差在哪里。做完了，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Galaxy AI 全部展开来，大概有30-40个小功能。我们今天会以常用的重点功能重点介绍，小功能快速带过，大家可以一起探索。那就不废话，直接进入到精选的10个 Galaxy AI 必看功能。首先，第一个我最推的 Galaxy AI 功能就是 Circle to Search 搜寻圈。严格意义上，现在已经不算是三星独占的功能，但我觉得这应该是接下来大家会最常使用，而且用过就很难离开的 AI 功能。搜寻圈的英文叫做 Circle to Search， 使用的方式很简单，就跟它的名字相同，只要圈起来，马上就能搜寻。搜寻圈目前可以搜寻3大类别：图像、文字，甚至连声音也可以搜寻。使用上也非常直觉，你只要在手机荧幕上看到任何你想要知道的事情，这时候马上按住底部的导览列。如果是用3大键的朋友，就是按住主画面按键，然后把你想要知道的东西圈起来，搜寻结果马上就会跳出来。第一种最常用的，比如说你在 IG 滑到影片里有一个酷东西，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以前你会怎么做？先截图，然后万事问脸书，看看有没有人知道嘛。要 Google 也不知道该怎么 Google， 以图搜图根本搜不到。但是我们现在 AI 时代，当然要用 AI 的方法来解决。你只要按住导览列，然后圈起来，你看搜寻结果马上出来。还有更进阶的玩法，比如说你在路上看到一只很酷的手机，但它是谁你不知道，只要打开相机，然后按住底部搜寻圈圈起来。原来是三星推出过的 Windows Phone 啊。又或是在德国柏林街头上看到，这栋是什么建筑物？不用开 Google 地图在那边慢慢找，直接开相机，然后搜寻圈。原来是柏林大教堂啊！还可以这样玩，比如说在滑 IG 限动的时候，有个图片要你去扫 QR code， 那现在呢，你不用去另外下载 App 去扫描，直接按住搜寻圈，就可以打开网站了。还有更实用的玩法，搜寻圈是可以辨识文字的。比如说这是一张图片，但是你想要复制里面的文字，你只要按住搜寻圈，然后直接把你要的文字圈起来，你看这样就可以复制了。也不只是复制，搜寻圈还可以翻译。比如说你看到某个歌手 PO 的限动，里面有你看不懂的单字，直接圈，然后就可以马上翻译单字。那如果是一整篇英文文章，但是是一张截图，没有办法翻译，你都看不懂怎么办？别担心，启动搜寻圈，直接按右下角的翻译，管它是英文、韩文都能翻译。甚至是你去旅行的时候有看不懂的德文菜单，直接开相机按下整张翻译，
这样就看懂了。最后，不只是搜寻图片、翻译文字，搜寻圈还可以搜寻声音。比如说，你在咖啡厅里面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或是在绑你的影片里听到的音效测试，想来找这是哪首歌，直接按住搜寻圈，然后按这个音乐符号就可以启动音乐搜寻，答案出来了。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搜寻圈真的是今年在手机上我最推荐大家可以开始使用的 AI 功能，没有之一。有了搜寻圈，人生的问题真的少了很多啊，并且马上就可以得到解答。那有很多人会说，这不就是智慧镜头吗？对，也不对。第一个是背后的引擎和模型不同，但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 AI 手机差在哪，对吧？我觉得 AI 手机最重要的必备要素就是它需要在系统和内建层级上直接提供，甚至做到第一方直接提供服务的。比如说搜寻圈，你就不用去开任何 App， 在系统内就可以直接使用，只要一个统一的入口就可以做到图像搜寻、翻译、音乐辨识，甚至连以前要开 Maps 或是找标示才能知道前面的建筑是什么，现在都是几秒之内就有答案，连 Google 都不用开，大大的缩短学习成本以及使用门槛。用一句话来说，能用跟好用，重点就差在使用体验。好，接下来看第二个我推荐大家必玩的 AI 功能，那就是三星的图像 AI。三星的生成式相片编辑应该是目前各家相对稳定完整的一套。生成式 AI 是我觉得目前在手机上对一般用户来说最实用的另一大 AI 功能，比如说生成一则有趣的文章，生成一张图片等等，透过 AI 从无到有拼接素材，生出可用的画面。那使用的方式很简单，只要在相簿内打开任何一张图片，然后下面就会有这个 Galaxy AI 的按钮，按下去就会启动 Galaxy AI， 还是第一方内建的服务哦，不用下载任何 App。进来之后，第一个功能，比如说这张照片拍得歪歪的，你想要把它拉正，那以前你只能透过裁切的方式把图片拉正，但这样旁边就会被切掉啦，人的比例也不对，所以这时候用 Galaxy AI 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只要旋转到你要的角度，然后剩下来的空白画面 Galaxy AI 就会帮你自动填满，这样就不会越裁越小张啦。还有一个好玩的功能，一样先点进来 Galaxy AI 的界面，然后选择叫做 AI 人像棚拍，接着系统就会根据你的长相，透过 AI 绘制出你的 Q 版人像。目前有卡漫、3D 卡漫、水彩、涂鸦4种风格可选。另外，一些基础的生成式 AI 功能 ，Galaxy AI 当然也不会缺席。比如说你在拍照的时候，旁边有路人不小心入镜，或是天空有电线、地板有一些障碍物等等，你都可以直接长按 ，AI 就会帮你圈选起来，然后你就可以按移除，这样就消失了。最后按生成 ，AI 就会把杂物消除。小物件的话，你也可以放大后自己细细的圈起来，然后消除。另外一个玩法是，你跟建筑物合照的时候，你觉得人太小了，直接按下人，系统就会自动 AI 判断，然后选取。接着你就可以把你放任何你想要的位置，然后按下生成 ，AI 就会把空的画面补起来。目前只要不是太复杂的场景 ，Galaxy AI 都可以算得很好。另外，三星 Galaxy AI 还有一个玩法叫做智慧相片编辑建立。你只要把相片往上滑 ，AI 就会自动辨识这张照片，然后告诉你可以做哪些修正。比如说，这是一张玻璃反光严重的动物园鳄鱼照片，我不说根本看不清楚画面上有什么，反倒很乱的程度。所以你看，滑上来 ，AI 就告诉你，建议你可以消除反光。按下去之后，马上清除反光，大概90%的反光都消除掉了，非常厉害。但我觉得目前 Galaxy AI 最强的功能叫做涂鸦转图像。一样点进来 Galaxy AI， 然后选涂鸦转图像，这个真的强。你可以在任何照片上加上你想要的物件，比如说你觉得现在照片上的手上好像少一只手表，没问题，放大，然后直接在你要的位置，简单画几笔很艺术的手表。你看 AI 就自动帮你戴上手表，一次会有3、4张可选，这个效果不仔细看或是发脸书，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啊。又或是你觉得现在这张照片感觉有点太空了，你想在这里放一个盆栽，然后在这里放一个时钟，当然没问题，直接画就可以，然后生成直接帮你补上，而且还可以更扯，你想要肩膀上站一只鹦鹉，当然没问题，鸟出来了。又或是你想要把猫猫放在腿上合照也没问题，连相机有点爆掉的感觉都有模拟出来。这直接分享给朋友，应该是不会有人发现。而且那种很无厘头的，你只是想要在地板上放一个恐龙玩具，直接画，连阴影都做出来。三星这套 AI 会根据画面自己猜你要的是拟真的恐龙玩具，然后阴影的方向当然没办法100%准确，
但即使你画得很丑，它大部分都还是能猜中，而且会随着环境融入，这点表现是还不错的。我觉得对摆设家里或是在找一些创意灵感，需要把东西放上去看一下如何来说，都蛮实用的。我们之前布置场景的时候就真的有用过。另外要注意，这些 AI 产生的画面都是会有 Galaxy AI 生成的标示的，让看到图片的人不会真的以假当真。另外，三星还有一个酷功能，叫做生成式慢动作精彩镜头。简单来说，就是你不用拍摄慢动作，只要在影片当中按住画面 ，AI 就会自动把任何影片都变成流畅连贯的慢动作，把中间缺失的影格算出来，就不会有卡顿感。并且现在你放开之后，这边还可以直接把慢动作画面存起来，直接变成一段影片。看完图像 AI， 接下来看语音上的 AI。那三星目前知名度最高的语音 AI 就是 Galaxy AI 通话相关的功能。那目前在台湾你可以用的2个 AI 功能，一个叫做通话即时翻译以及翻译助理。我们就先来讲通话的部分。首先你在打电话的时候，就要点开通话助理这个页面，就可以看到文字通话以及即时翻译2个功能。记得在电话 App 里面把语言都设定成中文台湾，这个对台湾口音的语音辨识正确率会明显高上许多。先说文字通话，简单说 ，AI 会把对方讲话的内容自动辨识成文字，然后你可以用打字的方式跟对方讲电话。比如说你在会议上真的不方便讲电话，那就可以用文字通话，用文字的方式跟对方完成通话。我自己目前有用过，是拿来应付一些推销电话，或是应付一些一直转接的电话，我觉得都蛮好用的。另外，你也可以在设定里开启播放来电者的声音，你就一样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但你就不用讲话啦。另外一个叫做即时翻译，也就是你在跟外国人讲电话的时候 ，AI 会自动把对方讲的外文，例如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韩文等等20几种不同地区的语言，都可以自动翻译成中文。然后你直接用中文回应它 ，AI 会自动帮你翻译成对应的外文，就可以透过 AI 语音翻译完成对话。并且最棒的是，通话翻译功能在第三方 App 也能使用。你只要在打电话的时候下拉控制面板，选择即时翻译，这样就可以在第三方 App 做到通话翻译喽。支测像是 Google Meet、Line、WeChat、Messenger、WhatsApp、Telegram， 甚至 IG 都可以。这边只会列出你有下载哪些 App， 对，还有哪些资源可以留言回报。但我觉得通话 AI 目前的状况还比较初期，还是需要等待大家都很习惯有 AI 帮忙讲电话才会开始好用。目前现阶段我觉得比较实用的是录音机里面的语音 AI， 叫做语音转文字智慧助理，这边也是可以选中文台湾了。使用的方法很简单，你只要在开会上课的时候开启录音机，开始录音。录音完成之后，上面这边就会自动出现 Galaxy AI 语音转文字的按钮，按下去之后 ，AI 就会帮你把整场会议下来的语音全部转录成文字。当然，转译结果还是取决于你的录音品质，但只要讲话清晰的状况，通常都有个8、9成的正确性。转录完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整段语音在讲什么，你可以直接点击文字，就会自动跳到他讲话的位置。那我自己习惯的用法是 ，AI 转录完之后，肯定会有一些辨识错误的地方，阅读起来没那么容易。对这种 AI 转出来的文字，我都会请 AI 再把这些文字摘要成重点出来给我。而 Galaxy AI 也把这个功能直接做进来了，只要点击右边的摘要，就会产生整场演讲或会议的重点，然后我就把这些摘要搭配着自己做的笔记使用。另外，如果是外文演讲，你也可以直接点击上方这里的翻译按键 ，AI 就可以帮你把每一段的外文都翻译成中文，显示在下面给你。另外 ，Galaxy AI 的翻译功能还有2个蛮实用的玩法。第一个是你可以直接下拉控制中心，开启翻译助理，或是现在也有 App 捷径可以直接点开，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跟外国人翻译对话。比如说你这边选中文，他那边选英文，然后按一下这里，画面就会直接翻转，变成双方都好阅读的方向。比如说你跟他说我想吃东西，他回你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你想吃什么？你跟他说我想吃臭豆腐配鹅啊大肠面线。鹅啊，它居然可以辨识出来，不错不错。对了，这边点开来还有一个叫做聆听模式，比如说你去听一场英文演讲，你就选英文到中文，然后系统就会自动把讲者现在在讲的内容即时转成中文，让你直接看懂，等于像是即时口译的意思啦。最后我们来看文字 AI， 第一个文字 AI 都直接内建在三星输入法里面啦。目前总共有聊天翻译、智慧撰写、智慧写手以及拼法和文法修正4大功能。第一个叫做聊天翻译，点开来之后，你看原本的英文对话，现在下面就会直接出现中文翻译。然后不只是你要看懂嘛，接下来你输入的中文讯息，系统也会自动帮你翻译成对应的外文。
比如说我输入 Hello， 我刚刚有在会场跟你打招呼，很高兴认识你，它就会自动翻译成英文。那智慧撰写也蛮酷的，比如说你要回一封 mail， 但只是很简单的事情，像是你只是要跟客户说收到档案了，但怎么可能这样直接回客户？你就让 AI 直接帮你生成，比如说输入收到档案，我会继续处理，祝福顺心，然后下面选择电子邮件，然后专业，接着按生成，完美。我要删掉，可以在期限内完成，太棒了。最后拍成我喜欢的版面。好了，直接送出。另外，智慧写手也蛮酷的，比如说你已经打好了一段文字，你可以让 AI 帮你修饰一下，比如说专业口语，这个有够像，收到档案啦，还祝你顺心哦，很像。然后还有社群，加上对应的表情符号和 hashtag， 合理正式。然后这个表情符号也蛮合理的。然后还有拼写和文法修正，比如说你写错字或是文法上有错 ，AI 可以帮你调整过来。另外还有几个在三星 App 的 AI， 先前其实都介绍过了，我就快速带大家看就好。比如说在三星浏览器当中就有网页摘要智慧助理，这边就可以看到 Galaxy AI 的按钮，接着 AI 就可以帮你整理摘要，或是翻译整篇文章。另外在 Samsung Notes 里面也有 AI， 叫做笔记智慧助理 ，AI 会帮你的笔记自动排版、校正，也可以做到摘要和翻译。Samsung Notes 的使用教学，我们之前也都有做过影片，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好了，今天主要就是把一些比较重要的使用技巧以及细节整理清楚。如果你已经入手三星手机一阵子，但是还没有探索到这些功能的话，赶快打开手机试试吧。更重要的是，也欢迎分享给所有三星使用者，让大家都可以更完整的探索手机使用的各种 AI 功能啦。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区分享你最喜欢的功能，以及其他三星使用者应该知道的 AI 小技巧。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有任何邦尼没有说到或是没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